好學貓。睡前聽完一本書，今天我們讀《瓦爾登湖》。你有沒有試過在深夜裡突然關掉所有的屏幕？我是說，關掉手機，關掉電腦，關掉電視，讓那種嗡嗡作響的電子寂靜像潮水一樣退去。然後，真正的寂靜，那種厚重、柔軟、幾乎有質感的寂靜，便從房間的角落裡，從窗外的夜色裡慢慢彌漫開來，將你包裹。這時候，你會聽到什麼？也許是冰箱低沉的運轉聲，也許是遠處隱約的、不知名的冥想，也許是你自己血液流動的聲音，心跳的聲音，呼吸的聲音。你會突然意識到，這個被無數信息、關係、慾望塞滿的我的裡面，還有一個更根本、更安靜的我，一直在那裡。只是你太久沒有去聽他說話了。1854年，有一本書誕生了。它不是在吶喊，而是在低語。它不是要給你答案，而是想遞給你一把鏟子，讓你自己去挖。它像一個沉靜的朋友，坐在時間的對岸，等着所有在喧囂中感到窒息的人渡河而來。這本書就是亨利·大衛·梭羅的《瓦爾登湖》。它不只是一本自然筆記，不只是一段隱居記錄，它是一次向着生活最內核的、孤獨而勇敢的絕境。它要問的是一個最簡單也最艱難的問題：我們究竟需要多少東西才能真正的活着？要理解湖邊的梭羅，得先看看他來自怎樣的岸邊。1897年，梭羅出生在美國馬薩諸塞州的康科德鎮。這是個被森林、河流與池塘環繞的小鎮，自然的氣息幾乎是他生命的底色。他畢業於哈佛大學，但大學教育沒有給他套上精英的枷鎖，反而讓他更清醒地看到了世俗成功的虛幻。他做過教師，但很快就因拒絕體罰學生而辭職。他幫父親經營過鉛筆作坊，甚至還改進工藝，做出了當時最好的鉛筆。可他對此毫無迷戀。他生命的轉折點是遇見了一個人，拉爾夫·沃爾多·愛默生。愛默生，這位美國超驗主義哲學的靈魂人物，住在康科德，成了梭羅的導師、朋友和精神上的引路人。超驗主義強調人的神性，崇尚直覺，認為真理存在於自然與心靈之中，而非社會的陳規陋習裡。這類思想的種子在梭羅心裡深深扎下了根，但真正促使他走向瓦爾登湖的是一種日益尖銳的痛苦。他眼看着身邊的鄉親、同時代的人們，包括他自己，陷入一種瘋狂的自我奴役的循環。為了支付房租，為了穿體面的衣服，為了擁有更多的財產，人們不得不拼命工作，耗盡所有的時間和精力，結果卻沒有時間去享受生活本身，去思考自己为何而活。人們成了自己慾望和工具的奴隸，用他的話說，人成了他們工具的工具。於是28歲的梭羅做了一件在旁人看來近乎荒謬的事。他向爱默生借了一塊位于瓦爾登湖畔的林地，自己動手伐木、立柱、上梁，蓋起了一座僅容一桌、一床、3椅的簡陋木屋。美國獨立日那天，他正式搬了進去，開始了一項為期2年2個月零2天的生活實驗。他的動機不是逃避，而是尋找；不是去找世外桃源，而是去找到生活的原點和底線。他想用一把最鋒利的斧子砍掉生活所有多餘的枝蔓，看看那最本質的樹幹究竟是什麼樣子。他想用最少的物質消耗去換取最多的生命體驗和思想自由。他不是隱士，他是探險家。他探索的不是未知的荒野，而是被文明層層覆蓋的人心的荒野。現在，讓我們推開那扇吱呀作響的木板門，走進梭羅在瓦爾登湖邊的700多天。這不是一個情節跌宕起伏的故事，沒有反派，沒有戲劇性的衝突，它的節奏就是湖水的節奏。
是四季更迭、草木枯榮的節奏。但就在這看似平淡的節奏裡，蘊藏着驚心動魄的內在革命。故事從一把借來的斧子開始。梭羅走進森林，挑選筆直的白松，斧子砍進木頭的聲音清脆而篤實，響徹安靜的湖岸。他自己測量、開榫、架梁，每一根木材都經過他的手，帶着樹葉的清香和陽光的溫度。他計算了所有成本，木材、釘子、玻璃、石灰，總共是28.125美元。這在當時不過是一個普通工人幾個月的工資。而這座他自己親手建造的房子，將是他未來2年全部世界的中心。木屋很小，家具簡單到極致，但這簡單的空間卻因為面向湖泊和森林而獲得了無限的深度。他寫道：我就像住在一隻巨大的眼睛裡，湖就是我的瞳孔。清晨，他在湖水的反光中醒來，夜晚，他伴着風吹過松林的涛聲入眠。距離他最近的鄰居在1英里之外，但這孤獨對他而言是豐沛的，是充滿交談的，與松鼠、與淺鳥、與一棵橡樹，也與自己的思想。安頓下來後，梭羅開始實踐他生活的核心，極致的簡樸。他開墾了一小片土地，種上豆子、玉米、土豆和蘿蔔，不是為了盈利，而是為了體驗食物從泥土到餐桌最完整的過程。他記錄下自己如何耕作、除草、收穫，計算着勞動與收成的比率。他發現只需工作幾個星期就能產出足以維持1年生活的糧食，剩下的是浩瀚如海的時間。他批判那種為多餘之物耗盡一生的生活模式。他犀利地算了一筆賬，一個人為了支付一套時髦衣服或一棟大房子的租金，可能需要辛苦工作10年、20年。而這件衣服、這棟房子帶來的愉悅，可能遠遠抵不上為此付出的自由時光。他問，為什麼我們要生活得如此匆忙，如此浪費生命？他的經濟學不是關於如何獲取更多，而是關於如何需求更少。當需求降到最低，自由便升到最高。梭羅的筆是自然最耐心的觀察員，他用近乎科學的精確和詩人的敏感，記錄下瓦爾登湖的四季。春天，湖面的冰層在某個夜晚發出隆隆的巨響，像大地在舒展筋骨，生命從各處萌發，空氣中充滿渴望。夏天，他在清澈的湖水中游泳，划船，測量湖的深度。他自豪地發現，它比人們傳說中深得多。描述湖水的顏色如何隨着光線和天氣變換，從蔚藍到青綠。秋天，森林變成火焰般的色彩。他收集堅果，看着野鴨南飛，感受到一種莊嚴的收穫後的寧靜。冬天，湖面風動，世界歸於一片純白與寂靜。他會在冰上鑿洞釣魚，測量冰層的厚度。他會掃開積雪，靜靜觀察動物們留下的足跡，像閱讀一部雪地寫就的密碼書。四季不僅是風景，更是他內心的刻度。在自然的循環中，他看到了宇宙的秩序，也看到了生命的短暫與永恆。梭羅並非與世隔絕，他的小木屋接待過各種各樣的訪客，健談的哲學家，朴實的伐木工，逃到森林裡尋找自由的奴隸，甚至一些被他稱為思維遲鈍但心地善良的鄉親。他與他們交談，有時爭論，有時只是默默地分享一頓簡單的飯食。這些交往是偶爾的漣漪，而湖面大部分時間是平靜如鏡的獨處。他深度地探討獨處的意義。他發現，當一個人與自己和諧相處時，即使在空無一人的房間裡，也絕不會感到孤獨。真正的孤獨是在人群中的迷失，而在森林裡，每一片樹葉，每一滴露水，都是他的伴侶。他說，我從未找到過像孤獨這樣親切的夥伴。在遠離了社會的喧囂和輿論之後，梭羅得以清晰地傾聽自己內心的聲音。他閱讀荷馬史詩和東方的哲學，讓古老的思想與當下的體驗
在湖畔交融。他思考時間、工作、閱讀和行走的意義。他寫道：我到林中去，是因為我希望謹慎的生活，只面對生活的基本事實，看看我是否學得到生活要教育我的東西，免得到了臨死的時候，才發現我根本就沒有生活過。這2年多是他思想產量最豐沛的時期，他整理思緒，記錄觀察，這些筆記最終結晶成了《瓦爾登湖》這本書本身。這本書就是他那段生活發出的最深沉的回響。如果要從這平靜如湖水的敘述中挑出一個情感達到頂峰，仿佛一道閃電照亮整個湖面的瞬間，我想不是某個戲劇性的事件，而是一個聲音，一個發生在冬去春來之際的關於蘇醒的聲音。那是在一個溫暖的夜晚，早春的氣息已經開始鬆動大地。梭羅描述，他先是聽到遠處大路上馬車駛過的聲音，接着是雲雀和別的鳥兒的鳴叫，然後突然間湖上的冰開始破裂了。他寫道，他湖的轟鳴聲有時像一串槍聲，有時像雷鳴，仿佛一個不安的床上巨人在輾轉反側。這聲音不是來自外界，而是來自湖的內部，來自一個巨大生命體舒展筋骨的呻吟與歡呼。他跑到湖邊，看到巨大的冰面在無形的力量作用下裂開、隆起、擠壓，發出震耳欲聵的咆哮。這聲音持續了好幾天，像是大自然在舉行一場莊嚴的送別冬天、迎接新生的典禮。這個場景為何是高潮？因為它連接了外在自然與內在心靈最深刻的一次共振。在那轟鳴聲中，梭羅感受到的不僅僅是一個物理現象，他聽到的是禁锢的破碎，是沉睡的蘇醒，是生命力的不可阻擋。湖冰的爆裂恰恰象徵着他自己精神上的解放。那層覆蓋在湖面上看似堅固透明的冰，何嘗不是覆蓋在世俗之人靈魂上的那層東西？對物質的迷戀，對習俗的盲從，對他人眼光的恐懼，對自我潛能的麻木。在瓦爾登湖畔的2年，他用自己的斧頭和思想一點點地敲擊，融化着這層冰。而當春天來臨，內在的積蓄終於達到臨界點，那層冰從內部爆開了。那不是溫和的融化，而是劇烈的響徹天地的覺醒。他意識到，真正的自由和新生必然伴隨着舊結構的破碎和巨大的聲響。這種覺醒不是平靜的領悟，而是一種充滿力量的，甚至帶着痛感的重生。他寫道，我們能夠給予物質的外貌，最終沒有一個能像真理這樣與我們有利。只有真理永不破舊，冰裂的瞬間就是真理破壳而出的瞬間。他不僅目睹了一個湖的春天，更親歷了自己靈魂的春天。那種萬物湧動、不可抑制的生命力從湖中湧起，也從他自己的心底湧起。這一刻，個體的小我與宇宙的大生命完全同步，合二為一。這不是詩意的比喻，而是他在極致的孤獨與寧靜中用全部感官捕捉到的真實體驗。因此，瓦爾登湖的冰裂成為了文學史上一個永恆的隱喻。它告訴我們，真正的成長和改變往往不是悄無聲息的漸變，而是在漫長的沉澱後，一次徹底的、壯麗的崩解與重建。現在，讓我們潛得更深一些，看看這面瓦爾登湖的湖水裡究竟倒映着哪些關於我們自身存在的核心的真相。這是最常被誤解的一點。很多人以為梭羅在鼓吹一種苦行僧式的拒絕一切現代便利的生活。不是的，他反对的不是物質本身，而是人被物質所奴役的狀態。他像一個精明的會計師，為我們計算生命的成本。我們為了獲得那些並非生存必需的商品和服務，付出了多少無可替代的、鮮活的、本應用於感受和思考的時間。他的简樸實驗是一次大膽的減法運算，目的是得出一個人生存的最低必要值，而這個值遠比社會告訴我們的小得多。
當你發現只需很少的東西就能滿足生存，那種如釋重負的自由感便是真正的富有。他追求的不是貧窮，而是富足的自由。這種自由來自於對自身慾望的清醒認知和主動管理，而非對外部物質的被動追逐。我們恐懼孤獨，用無盡的社交、娛樂和噪音來填滿它。但梭羅揭示了一個悖論，在人群中，我們最容易丟失自己，而在孤獨中，我們才最有可能遇見自己。瓦爾登湖的寂靜不是空洞的，而是豐盈的。它像一面巨大的鏡子，迫使梭羅直面那個沒有任何頭銜、財富、社會關係包裹的赤裸裸的自我。正是在這種直面中，他區分了什麼是社會灌輸給他的想法，什麼是他內心真正的聲音。他說，我就像住在大草原上一樣孤獨，但我也像沐浴在春風裡一樣，從未感到寂寞。他教會我們，高質量的孤獨是精神的斷捨離，是心靈的大掃除。只有清空了外部的雜音，你才能聽清內心那個微弱但堅定的向導在說什麼。梭羅不是簡單的欣賞自然，他是在與自然進行一場深度對話。他測量湖，記錄動植物，觀察季節更迭，是以一種近乎科學和宗教相結合的態度。在自然精密無比的循環和龐大無言的秩序中，他看到了一種超越人類社會的更高級的智慧和真理。螞蟻的戰爭，淺鳥的鳴叫，豆田的成長，這一切都在無聲地言說着關於生存、競爭、合作與和諧的法則。自然是他的日曆，是他的時鐘，也是他的哲學課本。通過融入自然，他打破了人類中心主義的幻覺，將自己重新放置在一個更宏大、更古老的宇宙網絡之中，這讓他獲得了寶貴的比例感。個人的煩惱在星辰的運轉面前顯得何其渺小，而生命本身作為這個偉大網絡的一部分，又顯得何其神聖。這是梭羅最核心也最振聾發聵的呼籲。他目睹同時代人以及今天的我們陷入一種安靜的絕望，他們明明已經演奏完了生命的樂曲，卻還以為未曾開始。人們忙於生存，卻忘了生活。時間在麻木的重複中悄然溜走，直到死亡來臨，才驚覺自己未曾真正活過。他給出的解藥是清醒與自覺，像測量湖水一樣去測量你的生活，像觀察豆苗生長一樣去觀察你的時間流向，像建造木屋一樣去建造你的人生框架。清醒的活，就是有意識的去選擇，去體驗，去承受，去思考。哪怕你選擇的是世俗的生活，只要你清楚知道為何而選，並承擔其代價，那也是在活。最可怕的是浑浑噩噩，隨波逐流，在社會的流水線上將自己加工成一個沒有面孔的標準件。最後也是最溫柔的一層啟示。梭羅並非要求每個人都去森林裡蓋木屋，他清楚地寫道，我並非想讓別人採取我的生活方式，我只是希望每個人都能非常小心地找到並追隨自己的生活方式。瓦爾登湖是一個象徵，它象徵着那個能讓你從社會慣性中抽離出來，進行自我審視和重置的心靈空間。這個空間可能是一間書房，可能是一條固定的晨跑路線，可能是一項需要你全神貫注的手藝，甚至可能只是每天早起的半小時。關鍵在於你要主動的、定期的去創造和維護這個空間。在那裡，你不是員工，不是父母，不是任何社會角色，你只是你自己。你可以像梭羅測量湖水深度一樣，去測量你內心的真實需求、快樂和困惑。每個人都需要一個屬於自己的瓦爾登湖，一個能映照出你本真模樣的寧靜的深水。合上瓦爾登湖，那澄澈的湖水並沒有從你腦海裡退去，它變成了一種底色，一種參照。當你再次擠進地鐵，刷着無窮無盡的信息流，為明天的會議焦躁不安時，梭羅那平靜而深邃的目光仿佛會從某個角落裡望向你。
它就像一個提前到達未來，並在那裡等你的人。它告訴我們，除了我們正在狂奔的這條擁擠的主流河道之外，人生還有無數條安靜的、少有人走的支流。那些支流可能不通往世俗意義上的成功彼岸，但它們通往生活的深處，通往內心的完整。它並沒有提供逃離現實的方案，它提供的是穿透現實的視角。它不是讓我們拋棄文明，而是讓我們警惕文明对人的異化。它不是歌頌貧窮，而是讚頌因為清醒和自主而獲得的真正的富足。所以，在今晚的寂靜裡，在你聽完這個故事之後，我想留給你梭羅的那個問題，也是我們每個人終其一生都無法回避的問題。你是否也願意，哪怕只是在自己的心裡，開闢出一小塊湖畔的飛地？在那裡，你可以暫時卸下所有身份和標籤，只是去聽一聽冰層之下自己生命深處那等待迸發的轟鳴的春聲。或者更直接地問，為了你正在過着的這種生活，你正在付出怎樣的，也許你自己都未曾細細計算過的代價，而那代價換來的真的是你內心深處渴望的東西嗎？願你擁有勇氣去追尋自己的答案。晚安。好學貓。